哎，给你们爆点料，我们家张大铁测智商是一个天才，但是未来身高1.59米。是这样的，前2天我出差了，我妈在俺家，她就看着张大铁和他爸也算认识1年多了，居然啥也沟通不了，全靠比划。我妈就担心张大铁是不是智商有问题，发育迟缓，趁我不在就领他去测了个智商。然后我出差回来了，我一进屋，我妈当家直接冲我放了个大礼炮，给我吓一跳。我妈告我，你儿子张大铁智商159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，比巴基斯坦就低1分。我说妈，等一下，第一啊，智商160那个叫爱因斯坦。第二，这事儿听着有点玄乎呢，你先别跟别人说呗。我妈说全体领都知道了。我妈说这种情况人医生都说了，大概率是父母有一方就是那种超智商人群，但可能没被发现，孩子就非常容易遗传。我说妈，那我肯定不是天才。于是我跟我妈就一起看向旁边的大胖媳妇，母女2人的心里此时不约而同地问着一个问题：莫非他是一个天才？正好放假，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用24小时重新观察了一下大胖媳妇。早上我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，在路上他就问我说：哎，老有人问我家住哪，我想礼貌的回答他们，但我又不想说咱家小区，你告诉我怎么能给到一个泛泛的回答方式？我说你就说你家住九仙桥，九仙桥是一个区域。大胖天才认真的记了一路，为了记住，在路上还比划呢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九仙桥。结果到了游乐场，人家问你们家住哪儿？如果近的话可以办卡。大胖媳妇立马抢答：不近，我们家住七仙女。不近，我家就在七所边。我都懵了，我说咱家为啥住七仙女啊？啊，对，是9，我咋把9记成7了呢？然后我妈呢，为了给张大铁营造出一个要当科学家的这个成长环境，买了一个牛顿的画像，挂在了张大铁婴儿床的正上方。我们回到家，大胖媳妇一进屋吓一跳，问我这人谁呀？这个人呢，他们课本中也学过，叫 Isaac Newton， 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名叫牛顿。大胖媳妇说，汉字哈我几乎不认识，但是牛我认识，非常厉害的意思。这个顿他得多厉害，让中国人给他赐姓的时候赐他姓牛。我一直很羡慕中国这一点，就你们老祖宗在给自己选姓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姓牛，这事儿多牛！你没听说过一个外国人，哎，他姓 fantastic， 结果拿铁不吃这套，沉迷奥特曼无法自拔。奇妙积木新出了奥特超甲英雄，除人气英雄，还有人气怪兽加拉特龙，工艺质感太牛了，有积木骨架，好操作易上手，孩子纵享拼装乐趣，配备丰富道具，拼完还能继续玩，诚意满满。然而啊，很遗憾，张大铁是天才这个事儿，它是一场骗局，因为我妈没告诉我全部实情。原来那个测试的诊所啊，他测出张大铁智商仅比爱因斯坦的同时呢，还测他未来身高1.59米，跟我妈说，哎，不得不说这是巨大的遗憾。然后我妈就买了人家20节课，说要按摩把他的骨头摁开，然后就长个了。我一听，我说这肯定是被骗了嘛，张大铁和他爸这都不是天才。我在公园，当时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这肯定都是骗术。我妈不信，说张大铁和他爸都是天才。我说妈，我求你了，你现在看一眼他俩。爸爸衣服都脱了。爸爸比他大，他比爸爸小，爸是他哥。你爸跟人咋比？你爸给自己还整了个大的。爸整个大的。哎呀妈，就怪张大铁这孩子，你说他看着不错，他偷摸惹了个大祸，导致我同事差点告大胖媳妇性骚扰。这不眼看到3·8妇女节了吗？我寻思今年我要带我这些同事们出去玩玩，最后选中了普吉岛。大胖媳妇刚开始表现得非常好，还给我提建议说，第一点哈，就最好分开玩，让他们少见，没有人跟老板在一起能玩好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别整晚宴，尤其是别整那个公司晚宴上的老板讲话，你的理想你的规划跟人家也没有关系，人家要去普吉岛，不是去普及你，普及你。然后呢，他还给我们每个同事准备个小礼物，放在了信封里。然后惊吓就发生，我们有一个同事叫蛋蛋，蛋蛋回家打开大胖媳妇给他的信封，居然是这样，那是一张不是我给他们订的酒店，而是隔壁酒店的浪漫情侣套房预订，上面是摆的天鹅和满床的玫瑰花，还有心，然后背面是大胖媳妇手签，意思是我们俩需要一些私密的空间，你愿意把他们都丢下，偷偷跟我去这里吗？只有我和你，只有我和你。这里边最吓人的点是啥呢？他们是10号去泰国，我因为有工作，我12号才去，有2天我不在那儿，所以这样蛋蛋就更害怕了。然后晚上蛋蛋想来想去，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姐，我收到了姐夫的信封，你知道是啥吗？那我是知道的呀，因为大胖媳妇当时订的时候，那是我花的钱呢。我们给每个人订的都是一个泰式足疗按摩呀，而且当时那个门票吧，它还真有点贵，我都有点心疼，所以我就以为蛋蛋要表达的是姐夫有点太破费了，所以我就给人回的，我说我知道啊，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呗。我说俺家这点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你姐夫他不管说啥，那背后不都是我的意思吗？给蛋蛋吓完了，小姑娘差点都不干了。好在第2天俺俩见面，当面聊了一下，误会解除了。大胖媳妇说，她偷偷给俺俩订了一个情侣浪漫大床房，带花瓣的什么的，但是她不明白为啥蛋蛋收到了这个，因为她记得非常清楚，她还检查过谁的信封里都有啥。那么这个事儿她到底是谁干的呢？蛋蛋如释重负说，哎呀，不管谁干的，这不是给我的就行。哎呀妈，我本来都绝望了，我以为连姐夫这样的男的都靠不住。我说其实我也吓一跳，感觉啥都靠不住，所以女人还是要心疼自己。今年妇女节送自己一瓶欧莱雅黑精华 D
第4代，它采用欧莱雅仿生抗老科技，更加修复抗老，给肌肤补充能量，帮我养成怦弹上镜脸，让镜头里的我和镜子里一样好看。最后这个破案过程倒是很简单，就是调人家监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胖媳妇当时拿着那个浪漫大床房的预定，就是给我的那张纸的时候，告诉张大铁说这个是最贵的。这是麻了你，这是更好，这是很贵。你好，妈妈，凯莉。张拿铁把最贵的给拿出来了，放进了蛋蛋的信封里边，把给蛋蛋的按摩券转放给了他的母亲，这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？这是我干的好事。你把该给妈妈东西给换了，你告诉妈，你为啥要这么做呀？因为爸爸说这个是最贵的。他为啥给我呀？把这个给你呀。为啥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呀。喜欢吗？哎呀，这带孩子是真不容易。我把贾奥达带大不容易，但是实话实说，张拿铁把他爸带大更不容易。刚才我们都在外边吃火锅，我说我想喝奶茶，大胖姐说隔壁就有，不点外卖了，他去直接买。我说那我要茫茫生打椰3分糖，你能记住吗？大胖姐说肯定没问题。抱张拿铁去了。我的同事看着姐夫在那儿背完准备出发，顿时感觉到来活了，抓起手机跟着就去了。一共啊，朋友们就35步路，路程1分钟最多，背了一道。妈妈上大爷，妈妈少人。到了奶茶店，大胖媳妇泰然若知，冲着人家店员要。好呀，盲人说的双大爷3分整。帮人现在也在帮忙。是吗？你说。你问我多少呀？我才3岁。盲人孙大爷就够惨了，还给人整个3分熟，我们都笑得不行。只有张拿铁那是真替他爸操心，担心他的未来，忍不住纠正他爸的汉语。但是他的爸爸学汉语，好比盲人孙大爷学刺绣，他主打一个谁也使不上劲儿啊。最后给张拿铁急的，怎么说呢？只能说再爱孩子的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也有失去耐心的时候。这叫火锅。火锅。我看你嘴怎么回事？你张开，你舌头怎么回事？大胖媳妇这汉语水平啊，她买啥最好都在家能解决。这次温迪要来，她就在惊喜自营买了礼物，温迪喜欢的搓澡巾、黄桃、胸包、炒冰机和抽纸都有，是京东到源头工厂精选的，价格便宜，官方售后，上京东搜00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吃完饭，大胖媳妇也不回家写作业，又看着游戏机、跳舞机了。最后，请大家看看张大铁是怎么带他爸玩，他爸不回家的。我是觉得父亲节快到了，张大铁值得他爸给他过一个父亲节。